家人们，你们今天来帮我评评理啊！我本来是想来开个新系列，就是讲日本的那些中华料理，然而没有想到第一家就给我劝退了，这他妈什么呀？这些都是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秘一下这些在日本的魔改中华料理都什么样子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他们还一点都不便宜，就跟国内的魔改日料店一个尿性。反正你们也吃不懂，那我就往贵的做好了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阿基，又到了乱花钱的日子，今天是和干干子一起乱花钱，心里非常的没底，害怕。尴尬的是，我们好像是最会做到的。这种餐厅有个很装逼的地方，就是他每天只会在晚上6点接待一组客人。哎呀，不说废话了，最先上的前菜是分了6个小菜，北京烤鸭是单独一盘放的，非常给面子。其实光说味道的话，它是可以的，就是太少了。它一整只鸭就只切了这么一点点，那剩下那一整只怎么办？扔了吗？然后是5星物语里面的第一个卤的牛舌，上面淋的黄色的是不知道什么的咸甜酱，而且还是一个凉菜。下一个是一坨鱿鱼，最下面铺了一点米饭，怎么那么像寿司？然后是一坨生牛肉粒，为什么我走到哪儿都要吃生的？我不想啊。旁边的蔬菜卷蘸一点蔬菜泥就可以吃了啊！绕口令吗？太好了。最后一个前菜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有这个菜吗？好像是某种墨鱼丝，非常的不合理。终于来了一盘正常的鸡汤小白菜，这个真好吃，鸡汤配上那个小虾的味道是真的绝，这个菜应该是学到了精髓。然后下一个菜有点把我无语到，他会把刻着他们家 logo 的冬瓜先给你看一眼，然后烹饪20分钟之后给你端了一小杯冬瓜汤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这个合理吗？这碗菜就像初中的恋爱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接着是一碗馄饨啊，当然按这家店的尿性来说啊，肯定只有一个了。我感觉我就像一个试菜员，每个菜我只吃一口。接下来这个菜你们肯定猜不到是什么，它是熟油海椒皮蛋加蒸蛋，皮蛋是铺在最下面的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下盘菜是一个煎饺，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，给你上个难吃的菜，再给你上个好吃的菜，这你就会觉得本来很普通的菜变得很好吃。不过里面的馅儿确实是很扎实，各种各样的菜加在了一块儿。接下来这个是海鳗春卷，牛逼！春卷里面为什么会包海鲜啊？你不跟我说它是春卷，我觉得还好，但你一旦说了就会去比较啊。然后这个菜的原型是什么我不知道，它就是煮的筋膜料上面加了一些笋条。我们有这个菜吗？但是这个它巨好吃啊！这个菜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了吧？宫保鸡丁做法非常的上海，它里面那些菜还融入了天妇罗的做法，这个基本上和国内的味道差不多，那也算是惊喜了。休息一下，今天没有广告植入哈，因为接下来是我们那盘主菜，就是那个甜酱龙虾，虾不算大，肉也不算多，酱的味道很像鱼香茄子的酱，其实搭配起来是好吃的，就是一只根本啃不过瘾。然后接下来这杯肉也挺好吃，红烧的牛的脸颊肉，特别的松软，也很入味。这个菜能算是今天晚上的全场最佳，就算在国内也算是高级的菜。然后这一盘是什么？应该是某一种炸鱼，还放了一点土豆泥，那个酱应该是照烧酱。那个炸萝卜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这个巨好吃，这不是在国内早餐摊经常吃的那个吗？吃完这个还要选松露，这家餐厅的流程真的很长，只是我们想的黑松露居然是加在这种辣酱和牛上面，这太奇葩了。你要把牛肉剖开之后，亲自把黑松露点缀上去，包着吃。日本的和牛加上中国的辣酱啊，并没有结合得很好。然后最后一道大菜是荤蘑菇啊，这个我就不评价了，你们懂就行。味道基本和国内一样，咸甜爽。其实最后的麻婆豆腐还挺搞笑的，那个店长看我们3个是中国人，压根就没问我们辣度，直接把辣酱端到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弄，这一点我还是很欣赏的。最后硬是自己做了一碗超地狱级别的麻婆豆腐，隔壁的日本人已经吓哭了。所以你们觉得这家店可以给多少分？阿基推荐指数7.5分，烤鸭真贵啊！哇操！家人们，今天我们又是寄生虫含量超少的一期。你说这巴西烤肉在国内也不是没有吃过，但今天这家是真的让我解开了一些对巴西烤肉的误会。毕竟巴西本地人都说它好吃，所以我们就来了。对了，巴西的母语是葡萄牙语，然后葡萄牙语里面的厉害读作蹦，所以我一会儿要是吃到好吃的我就说蹦，要是我什么都没说的话，你们懂的。又到了吃肉肉的日子。这家店在日本也有很多分店，但是每家的味道和氛围都不一样。我们挑的是它在东京市中心的总店。废话说太多了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先来个鸡肉，鸡肉其实卖相不错，口感也很好，一口咬下去都是汁儿。就是要吃那个鸡腿肉，蹦，再来一份。他们这儿大概有20种左右的肉类，每种都会拿来现切，还会细心的摆好盘，让我一度怀疑海底捞式的服务已经卷出国了。吃块羊肉压压惊，羊油的味道特别的膻。接着是这块孜然羊排，桌上就能闻到迷迭香和羊油的味道。哇，外皮酥脆，内里软嫩，而且汁水还很饱满，就这样直接拿着骨头啃可太爽了，很容易就咬开了，特别的嫩。接下来这坨半生不熟的看外表我已经不知道它是什么肉了，吃了才知道它是外面烤的焦香焦香的牛肉。它这个经过特殊腌制的味道真的很硬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家好吃的重点其实是香料，可以说巴西人对香料的独特见解都在肉里了。吃点蔬菜沙拉解解腻。虽然这盘牛油果沙拉真的很好吃，但是下次别拿了好吗？我还要吃肉呢。这个是我们点的，我要给你们看一下某的饭量。这什么呀这？而且我发现他们家真的什么都很多汁，甚至连配菜洋葱都没有放过。嘣，还有烤地瓜，但这个就太干了。这个黄色的长方体是布丁软膏，我个人觉得它蛋黄的含量有点太高了，不过鸡蛋爱好者还是可以感受一下的。那重头戏来了，薄切牛排。最近我确实对薄切牛排没有什么抵抗力。这个牛肉入嘴之后的口感就是它会温柔的接住你的牙齿，你真的会觉得你在嚼一坨鱼。这个比喻真的合适吗？还能延伸出芝士牛排的正确吃法。它那个咸一下会把那个甜给盖住。烤菠萝这道菜好像在网上还挺火的，确实好像在别的地方没见过这种做法，但我觉得它巨酸，它是不是把糖分都烤走了呀？这块巨嫩的肋骨肉也深得我心，虽然谈不上入口即化，但师傅把它烤的就像牛
脸肉，既松软又有韧劲，我带我婆来吃都没问题。哇，好油！还有这块外酥里嫩的炉烤猪肉，这个真的好吃惨了。里面的肉还很酥脆，在外面就是焦脆了。蒜蓉鸡心本来是我今天最期待的一道菜，但它的蒜香味真的太重了。巴西人真的很喜欢香料，和地中海人有的一拼。吃了圈下来，让我总结一下：油重香料重，但特别的好吃。而且他们家的服务员，麻雀吃蟋蟀，确实帅啊。有些人评价这家店好吃到裤链都拉不上了，这个属实有点夸张了。但我感觉吃完这一顿还是可以横着出去的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嘿嘿，卡么样？棒。上一次的满分寿司一时没把它讲完，因为这家店的大酱实在是太耿直了。但上一次其实我们只讲了一些无实包筋的东西，今天是正儿八经的吃黑寿司。我发现我废话真的好多。在说完了那一碗很美味的黑色关东煮之后，大酱就开始给你做下一个寿司了。看那个肉的花纹应该是欧托罗，你们看这个手法，看得我很爽。但好像又有很多人在问我欧托罗是什么东西，其实就是金枪鱼肚子上靠近脸的那块肉，因为太肥了，所以就叫大鱼奶。我觉得有点烟熏的味道。我发现这种很肥的鱼肉就和那个黑米的醋酸很配。接着这个是金目鲷寿司，这个鱼胶原蛋白特别丰富，所以你嚼的时候甚至有点像在嚼猪皮。那它的皮下脂肪还是很鲜美的，上面是加了一点柠檬皮的碎末，所以吃起来挺爽口。然后是这个，哇，我超喜欢这个烤北极贝，大家只是把它的边缘跟表面烤了一下，它里面的还是鲜嫩的那种。好有嚼劲力。我发现贝类嚼起来都特别的解压。然后这个鱼是芝麻鲷鱼，其实就是那种没什么味儿的鲷鱼。很清淡的口感，但是里面加了很多的芥末，吃完整个人都很精神。大酱根本不会让你停下来的，就是涂了一层照烧酱的血渍，满鱼的近亲，但是口感更弹。薄荷的味道，因为是草本里面提取出来的糖分，所以还有淡淡的草香。接着看样子是要卷起来了，它这个真的是卷了一大坨金枪鱼肉末，最后点缀一些酱油，这种手卷的饱腹感特别的强。海苔的咸甜味就很衬托金枪鱼的肥美。大家看我们吃的很开心啊，还拿出了店里的极品海胆，这么大一坨，我手里拿着这个好像都不止一个海胆，而且它特别的香甜。卷完海胆我们就该卷鱼子了。三文鱼鱼子的特点就是汁很多，每一颗都很饱满，反正就是会在你的嘴巴里噼里啪啦的，又是解压新方式。我们好像把大酱吃高兴了，大酱现在把它的各种存货都搬上来了。大家说这个菜没有那么硬，它是黄瓜加酒糟，它其实长得更像一个前菜，吃起来的味道很像那个木糖醇，大大泡泡糖的味道。然后是青花鱼寿司，腥味特别重的一种鱼，但有人也觉得那个味道很香。那比如我，对了，梅子酱和它味道也很配。最后一个寿司是鳕鱼子寿司，这个东西真的很贵，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味道有多好，它特别的咸，但是吃完之后嘴巴里会有种回甘。我们还是直接吃甜品吧。这个是一小杯米酒，还是很浓的那种，淡口闷的。这个甜品我很喜欢，应该是某种红豆寒天，吃进去之后是软糯的微甜。还是想夸一下这家店对甜的把控，精准又温柔。最后一个甜品是蛋卷，加了活性炭之后就是黑色的，里面的油水还很丰富。最后的最后还给我们展示一下他们家引以为豪的这个黑色炭，虽然喝起来并没什么味道，但这一次的探店体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。这是他们家的会员名单，有没有看到几个熟悉的明星？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特满足。靠。